整个2022年的楼市呢，和2021年是不一样的。2021年呢是房住不炒严厉的调控，并且呢具有针对性。到了2022年的上半年，楼市开始全面的救市，但是好像老百姓购房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而且呢老百姓更愿意存钱，这是呢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这个我们开发商拿地的面积，还有呢销售的面积以及销售的总额来看，这三个指标是全面下降的。那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楼市的救市呢更加的全面，但是现在好像老百姓根本就不关心这些，好像已经对楼市失去了信心，不像呢2017年和20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房地产，全民买房，全民抢房。说白了就是2022年整体的拯救楼市这个效果是非常一般的。那我们再探讨一种可能，拯救中国的楼市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有效？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探讨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好，首先呢我们来说，现在我们老百姓买房子遇到了三个想法，哪三个想法呢？是不能买、不想买、不敢买。这三个想法呢存在于我们所有的购房群体当中，而且呢它是针对不同的购房群体。我们首先来说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不能买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手里面没有钱。没有钱就是说呢没有首付。为什么没有首付呢？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观望，他看衰楼市，觉得呢未来房价会变成白菜价，本身以前买房子的首付是够的，但是呢中国的房价在过去20年一直涨价，从均价2000到均价1万，20年间呢房价翻了5倍。但是呢这个也是不均衡的，我们只能说大概的一个平均是万元。像一些热门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核心地段的房价呢5万块钱一平方，10万块钱一平方是很常见的。那么很多人慢慢的这个首付不够了，虽然我们提出了这个房住不炒，但是呢是高位稳定基本上房价呢是没有降多少的。我们知道呢在楼市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一旦房价涨上去的，想降是非常难的，但是如果房价一直在降，那很多人都不愿意出手，就是会观望，因为他们对这个降价的底线是没有原则的。这个呢主要就针对的是低收入人群，或者说没有收入的人群，他们呢心里面是想买房子的，但是奈何钱不够。那第二种呢，我们说是不想买。为什么不想买？这个主要针对的是中产家庭，他们有可能呢名下已经有一套房子住了，但是为了想改善生活，还想买第二套，但是这个时候不想买，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摆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呢，过去20年房价一直涨，很多人认准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只要我有钱，哪怕问亲戚朋友借钱，我都想买房子。一方面呢，我可以把房子卖出去赚取差价，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改善我的居住环境。但是现在这群人呢不想买了，有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上半年出现了烂尾楼停贷的现象，对吧？谁也不想手中唯一的积蓄投入到楼市以后得不到房子，还要还着银行的贷款，而且呢维权的时间非常长变成烂尾楼。尤其是从这个2020年的年底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以后，开发商的日子呢也并不好过，那随时随地呢就有暴雷的风险，但是最后这个风险全部转嫁到购房者的身上了。作为中产阶级来讲的话呢，钱并不多，刚好够用。那如果呢把这个钱投入到房地产当中呢，是需要得到回报的，也就是说呢拿到房子。但是现在呢能不能拿到房子不是我们说了算，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所以呢不想买。第二点呢，就是考虑到即使我们能够安安全全的拿到房子，在这个全球经济的影响下，很多家庭收入减少，甚至呢之前还背负着车贷、信用卡等等一些负债导致到呢每个月的收入是有限的。那么现在又要背负上房贷，除了房贷这个大头以外，我们还需要生活，那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大。还有呢，我们说的第3个不敢买。不敢买的原因是什么？是怕了。那我们知道呢，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房价大涨，对吧？这个房价大涨呢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这里呢不做讨论。那你想一想，
当时不管是炒房客，还是刚性需求，还是第一次买房的人，心里是非常非常慌的。我们买房子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买涨不买跌，对吧？同样一套房子，如果呢一直在涨价，你隔一个星期买，那有可能呢你就要多花10多万，甚至呢20-30万。但是呢，我们的收入全靠我们攒下来的，我们理财的途径呢也并不是很多，钱都是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在2017年的18年的时候，很多人是被迫上车。当时不光房价高，首付高，而且利率还高。当时的平均利率呢已经达到了6%。当时的房价呢被炒得火热，很多地方呢为了能够限制这些买房的人啊，会把第2套房或者第3套房的利率调得非常高啊。之前呢惠州就调到了2套房7%的年化率，可以说呢利息是非常高的。现在房住不炒，房价高位稳定了，楼市的热度下去了，所以更多的人会选择观望，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房产的调控不知道未来到底房价会大涨还是会大跌。如果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出手买房子了，那如果又成了2017年和2018年那样高位接盘，我们又该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宁愿选择观望，也不敢轻易出手买房子。这就是我们当下楼市啊，老百姓买房的一个观念：不敢买，不想买，不能买。那这个状况显然是不利于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房住不炒的一个长效机制就是呢，要让房地产健康的发展，达到呢共同富裕，以及呢最终促成这个房地产税的出现。但是现在呢，楼市遇冷，老百姓对楼市信心不足，开发商的日子举步维艰，银行的金融风险一步步的加大。那有没有有效的方法能够解决当下楼市的困境呢？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解决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降地价、降售价以及降首付。我们之前为什么说房价这么高？其实呢，地价起到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地价呢是地方政府决定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呢又大部分依赖于土地，所以呢整个土地呢是属于一个拍卖的形式存在的，谁出的价高，谁就能拿到地，你的成本就决定了我们在售楼处买房子的售价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我们国家呢高速发展了20年，各种基建呢也非常的完善，各大城市呢也发展的很好，城市化率呢也做得很好。那么从我们去年说发布这个不再新建或者说很少新建5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城市化率呢会进一步的放缓，也就是说呢下一步会转到实体经济上。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土地市场的价格慢慢的降了，我相信开发商还是愿意拿地建房子的，那相应的我们的售价呢就会下降一些。那还有呢就是降售价，那实际上呢开发商卖房子的时候呢有一个备案的价格啊，不能超过这个备案的价格。如果一直严格执行下去的话，那价格呢是一直处于稳定的一个状态，包括二手房官方指导价，我也觉得非常有必要。虽然呢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二手房官方指导价，但我觉得这也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无奈之举，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够替代土拍市场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还有呢，我们要降首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破传统，非要30%的首付？难道20%的首付不行吗？你要相信一点，当你总体的售价降了，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的首付是可以降的。当然呢，我们说的降地价、降首付、降这个售价呢，这个时间还会非常非常长。这也是为什么房价不能够直接白菜价的原因。因为现在呢，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家庭所有的财富呢，80%以上都集中在自己的房子身上。突然一下子降价呢，会影响到民生。但是房住不炒呢，能让这个房价慢慢的回归到理性当中。那第二点呢，还可以从这个控制贷款的额度来算起啊。怎么讲呢？我们知道，我们作为这个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都是看房屋的价值来进行等比例的贷款。如果房子的价值越高，你贷的款就越多。比如说你在北京买房子，价值1000万的房子，按照3-7的比例，你是可以从银行贷700万的，首付300万就够了。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贷的越多，你的家庭风险就越大，银行的金融风险也相应的增加。那如果呢，我们提出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贷款向
公积金那样有一个限额。那么这样做呢，最起码有2个好处。第一，很多人买房子就会变得理性，量力而行，因为你限制了贷款的额度，意味着你的首付就会被提高。那第二点呢，就是额度被限制了以后，那我们还款的压力就会减少。到那个时候，你每个月的支出，房贷肯定不是排在第一位。那么这样的话，你将有钱去消费，进而呢促进经济的内循环。那第3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的降低利率，以及呢全面的展开房地产税。我们说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出手买房子？其实很多人呢会算一笔账，就是说利息太高。就按我们现在平均5%的房贷利率，如果呢你还20年或者30年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本金和你贷款的利息是一样多的。所以说你100万买了一套房子，30年以后你的成本是多少？是200万。甚至呢如果利率再稍微高一点，你的利息都超过了本金。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生活压力到底有多大，你到底要收入多少才能够维持家庭的收支平衡。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利率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到国外的一些贷款啊，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它的房贷利率是多少？是0.7%的年化率，这已经够低了吧？当然，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如果呢能够进一步降低银行利率的话，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出手买房子的。那还有呢，就是全面的铺开房地产税。现在呢，你发现整个房地产市场房价是2极分化，房产的套数也是2极分化。大城市的房价很贵，对吧？还有人抢着去买。小城市的房价很便宜，但是呢，没有人到这里买房子。那么我们拥有的套数也是一样，有钱人拥有好几套房子，甚至10几套房子，但是没钱的人想要买一套房子，连首付都凑不齐，旱的旱死，闹的闹死。那么这显然和我们的共同富裕是相违背的。那么房地产税就是一个杀手锏。我们交易商铺的时候，你看税高不高？所以呢，在整体的这个交易市场上，商铺、写字楼、公寓的交易量是远低于住宅的，就是因为呢，这些商业地产它是有房地产税的。假以时日，我们的房地产税应用在住宅上，那我相信很多家庭会把手中多余的房产给处理掉，那进一步活跃了我们的房地产市场。那个时候可能整个房价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让老百姓呢能够真正的买得起房子。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